就在苏无忌带着深田雪乃重新上路的时候，一架直升机已经从高空飞进了首都，飞行方向正是调查局总部楼顶的停机坪。宋鹤鸣已经提前在天台上等着了，在他的旁边是一众行动组成员，而坐着轮椅的岳冰凌也在身后。傍晚的风吹乱了他的头发，但那冰冷的俏脸之上仍旧一丝表情都没有。宋鹤鸣抬头看了看直升机，又看了看岳冰凌那张能冻死人的脸，摇了摇头。岳处长，回头去我办公室，我跟你解释一下整件事情的过程。说完这句话，宋副局长的心里一阵无奈。咱俩谁是谁领导啊？然而岳冰凌偏偏一点面子也不给，冷冷说道：如果我父亲不是岳国泰，宋局会跟我解释吗？宋鹤鸣揉了揉眉心，似乎是有点头疼。冰凌，你确实变了一些。岳冰凌说道：宋局，你把苏副组长推出去，把我也蒙在鼓里的时候，就该想到我对你会是什么样的态度，我就不该给苏副组长打那个电话，这是最有效率的方式。宋鹤鸣说道：冰凌，你从来都是把任务的执行度排到第一的，以往绝对不会这么考虑问题。我现在也一样。岳冰凌有些地方很软，但嘴巴一直很硬。而这时候，直升机已经出现在了众人的视野中。宋鹤鸣说道：迷雾协定的原版文件平安抵达，比什么都重要。岳冰凌冷冷反问：比苏副组长的生命安全还重要？宋鹤鸣打了个哈哈：你要相信那小子的实力，我们把这些东洋武士和忍者放进来，也正好给他练练手吗？岳冰凌丝毫没有尊重领导的意思。在这场行动里，整个调查局表现的就像是个躲在背后坐享其成的阴险小人。宋鹤鸣叹了一口气：冰凌，你什么时候能学会尊重领导？你这丫头没完了是不是？岳冰凌连1秒钟停顿都没有，冷淡地回答道：当领导做了值得我尊重的事情，我自然会表现出尊重。周围的调查局成员一个个低着头闭着嘴，硬是装作没听见这些话。他们把这辈子难过的事情都想了一遍，好不容易才忍住笑。明明完成了重大任务，宋鹤鸣却被怼得一点都高兴不起来。他郁闷地抽出了一根白酱放进嘴里，结果直升机当头落下，下压的狂风让他的打火机都打不着火了，点了好几次愣是没把香烟点燃，只能无奈地揣回兜里。旁边几个特工看到领导吃瘪，实在是憋不住笑了，一个个咬牙强忍，浑身哆嗦，跟触电了一样。终于直升机缓缓地降落在了停机坪上，舱门打开，肖英磊陪着叶璎珞走了出来。叶璎珞的手里拿着一个大信封，看到周围的调查局人员，他的俏脸之上有着很明显的复杂之意。自己一直扮演着东洋特工的角色，这次却一头扎进了调查局的大本营，也不知道这算不算所谓的自投罗网了。叶小姐。宋鹤鸣看了看叶璎珞，久仰，终于见面了。宋局长见笑了。叶璎珞抿了抿嘴，把信封递给了宋鹤鸣。这是迷雾协定的原版文件，深田雪乃让我转交给您。岳冰凌看到了肖英磊，脸上的冰冷表情随之缓和了一些，他点了点头。毕竟之前在灵州的那几天，肖英磊着实对他照顾不少。岳冰凌转着轮椅挪过去，问道：肖经理，苏副组长现在的情况怎么样？肖英磊说道：岳小姐，老板带着深田雪乃正在回首都的路上，
目前暂时休整中，他们的反击应该很快就要开始了。岳冰凌又解释了一遍，我之前被宋副局长骗了，不然不会利用个人关系打这个电话。宋鹤鸣本来正在和叶璎珞说话，听到了这句话，脸上的肉随之抽了一抽。走，叶小姐，我们去办公室聊。宋鹤鸣说道，这次任务能顺利完成，你当居首功。岳冰凌听见了这句话，冷冷地插了一句嘴。宋副局长此言有失偏颇，首功应该是苏副组长的。看着怼领导怼上瘾了的岳冰凌，宋鹤鸣深吸了一口气，干笑了2声。哈哈，没错，冰明说的没错。刚正不阿嘛，也不是什么缺点。宋局长在心中努力说服着自己。叶璎珞默默地走在调查局人群中央。此刻，他不禁觉得自己的命运有点奇妙，在华夏的人生道路就这样发生了改变。从一个在逃间谍，摇身一变成了所谓的立了大功的人。叶璎珞忽然觉得，这个在华夏立功的机会，不会是深田雪乃特意让给他的吧？以此来换回他的自由。时间回溯到1夜之前，当姐妹俩在皇后酒吧相遇的时候，深田雪乃拿起了叶璎珞的手机，把自己的联系方式输入到了姐姐的手机里。可是深田雪乃输入的不只是手机号，还有一个机场储物柜的柜号和密码。原来深田雪乃把迷雾协定的原版文件直接放在了灵州机场，压根就没有带出来。他随身的那个包包更是迷惑敌人的障眼法。敌人根本想不到，事关两国未来合作前景的迷雾协定原版文件，居然就被深田雪乃这么随意地放在了机场储物柜之中。所以在当深田雪乃对苏无忌说起那句我在华夏最信任的人只有深田璎珞的时候，后者瞬间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但苏无忌还是选择陪着深田雪乃在敌人面前一路把戏演到了现在。到了会议室，宋鹤鸣亲自给叶璎珞倒了一杯水，说道，深田雪乃这次也确实是艺高人胆大，是个干特工的好材料。叶璎珞问道，宋局长，我妹妹会不会有危险？宋鹤鸣又把刚刚没点燃的白酱抽出来，刚想点火，想到有女士在场，又收了起来，笑了笑。放心吧，我们有绝世高手在保护她。叶璎珞说道。您说的绝世高手是苏无忌吧？可是我听说领风组和假翡翠风流都大规模的来到了华夏，无忌能扛得住吗？现在在叶璎珞的心里，对于这个把自己抓了又放了的青年，感情很复杂。他觉得自己欠对方的，但又本能的不敢靠对方太近，似乎自己的一切心思都能被他那双时常带着笑意的眼睛看穿。对了，忘了告诉你了，领风组和假翡翠风流在灵州被无忌打得丢盔卸甲，四散奔逃。宋鹤鸣笑了笑，国安和当地特警正在逐个抓捕，确保不放过一个漏网之鱼。顿了顿，他又说道，从这2拨人进入灵州开始，我们就已经在云连山给他们画地为牢了。哼，画地为牢，这就是之前为什么云连山里没有夜跑者和游客的原因。老宋早就扎好了口袋，等着他们钻进来。既然如此，无忌和雪乃现在还在？叶璎珞问道。他们怎么还没到首都呢？宋鹤鸣笑了笑，还有杜卡罗，这个组织最近养得比较肥，是到了该宰的时候了。他眼睛里的笑意让叶璎珞忍不住的心底微寒。他知道，和这些在背后谈笑之间便缔造杀局的超级大佬们相比，
自己还差得太远太远了，也许穷尽此生都达不到这种高度。而叶璎珞非常确定的是，以自己妹妹深田雪乃的率直性格，也不可能做到这般。宋鹤鸣接着说道：接下来我们会保护好叶小姐的安全，直到你顺利返回东阳。听到了这句承诺，叶璎珞再度有些恍惚。而傍晚，那一台普桑已经再度开上了国道。迷雾文件顺利抵达首都，现在的深田雪乃只需要安安心心的当个合格的诱饵便可以了。他坐在后排，手指一直放在突击步枪的扳机之上，时刻警惕着周围的情况。许家烟并不在这台桑塔纳上面，他开着一台满油满电的坦克500，跟在后面2公里的位置。除了那个又消失了的调查官瑞特森之外，杜卡罗组织里没有人知道他官职的身份。这个时候，苏无忌的手机响了起来。苏无忌看了看来电，接通了之后道：妍希怎么有情况？这还是冲突爆发的1天1夜以来，朴妍希第一次主动联系苏无忌。我们通过监控发现，有4台福特牌越野车在国道上分批开了2个来回，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在寻找你们。朴妍希说道：我们还在清理东阳的漏网之鱼，分不出人手，你自己多当心些。苏无忌笑道：放心，绝对把深田雪乃平安送到首都。朴妍希听了这话，也笑了起来。听说她也很漂亮，适合当我的弟妹吗？苏无忌的笑容一收：谁把你当姐姐了，朴妍希同志，请你摆正自己的位置。朴妍希挂电话前叮嘱了一句：不管怎么样，都要注意安全，所有的任务都永远没有你的人身安全重要。苏无忌咧嘴一笑：还是妍希更疼我。这时候，许家烟示警了：有2台福特锐界加速超过了我，追向你那边了，他们并没有发现我。苏无忌微微一笑：你先不要出手，放他们追过来。而这时候，深田雪乃的眼神一凛，他说道：前面还有2台福特车。正面2台福特正在高速接近，看这架势是要直接撞向桑塔纳。深田雪乃的身形探出车窗，直接对着正面2台车的前挡风玻璃开了枪。砰！一台福特的挡风玻璃被打出个窟窿，鲜血溅满了玻璃。这台车也失控了，径直撞上了国道旁边的杨树，整个车头都变形了。至于另外一台福特车上，2支枪已经直接从后排车窗伸了出来，对着普桑就开始了射击。深田雪乃也是胆子够大，这时候还敢把枪伸出窗外进行还击。他接下来的几发子弹全部命中了侧面的2个轮胎，那福特的行迹也一下子歪斜，差点失控。车里的人也东倒西歪，不过他们反应极快，车身稍稍稳住之后，立刻又要探出窗户射击。苏无忌猛一加速，深田雪乃铿然上了刺刀。当双车交错的一瞬间，刺刀从福特车窗上高速划过，其中一名杜卡罗成员的身子刚刚探出了一半，胸腔便被整个割开了，鲜血泼洒一大片。漂亮！苏无忌抬手伸向后方，啪！深田雪乃跟他击了个掌。这一刻，这位东洋少校的双眸中光芒熠熠，无比动人。秋风灌进车窗，吹乱了深田雪乃的头发。他喊道：谢谢你，无忌君，我一定会记住今天的。在后面的那台坦克500上，许家烟撇了撇嘴，酸溜溜地说道：和东洋小情人在车厢里并肩作战，不亦乐乎呢。其实
杜卡罗组织这次派来的猎杀者，战斗力都是相当不俗的。可深田学乃本来就出自海军防卫队的特种部队，出手都是最标准的杀人技，苏无忌一打起来更是百无禁忌。这两者一联合，那些猎杀者就不够看了。甚至许家烟都还没等到出手的机会，已经有3台福特宣告退出战斗了。最后一台福特车上还有4名猎杀者，他们和普桑还谨慎地保持着100多米的距离，生怕不了队友的后尘，并没敢靠得太近。该死！华夏难道真是杜卡罗的修罗场？坐在福特后排的一个男人狠狠皱着眉头说道。他是个白种人，留着黄色短发，戴着黑色口罩，看起来很强壮，简直像个小型坦克。这是杜卡罗的又一名5星猎杀者科斯肯。而在国道沿线对深田雪乃的围捕行动，也是由他来进行指挥。陈曦已经被放了，为什么那位东亚的叶皇还不出手？科斯肯忍不住地说道。难道我们被玩弄了？该死的！科斯肯隐隐觉得自己已经陷入了一个死局里，似乎华夏方面对他的所有行为都有了预料。现在时间不等人，万一那位叶皇女王始终按兵不动，杜卡罗成功的希望将越来越渺茫。我们也没想到，凛风组和甲斐碎风流能败得这么快。一旁的猎杀者说道。他们来了那么多人，却都没拖住深田雪乃，简直全是废物。科斯肯看着前方的桑塔纳，眼神里涌动着凛冽的杀意。深田雪乃太嚣张了，华夏人太嚣张了。接连几个高级猎杀者在华夏折戟沉沙，杜卡罗组织的高层也是真的被打破防了。这时候科斯肯的手机响了起来，一看来电正是整个组织的亚洲负责人。叶皇答应出手，杜卡罗从现在起全面退出战斗，所有人员立即撤出华夏。对于这个命令，科斯肯明显还有点不甘心。可是深田雪乃就在我前面100米，那个叶皇在这个时候来抢攻，合适吗？那负责人的声音里透着凝重。我们极有可能中计了。杜卡罗放在进出首都道路上的10余人已经被秘密抓捕。如果杜卡罗在华夏继续大规模集结，说不定就会不惹领风组的后尘。叶皇已经出手，就让他们狗咬狗去。这个亚洲负责人显然非常狡猾谨慎。是。科斯肯咬了咬牙，我们现在就撤出去。说罢，他挂断电话，对司机说道：不追了，立刻掉头离开这儿。于是这台福特锐界开始减速调转方向。然而就在车身刚刚横过来的那一刻，一台坦克500已经高速冲撞了上来。砰！巨大的撞击产生，这台福特锐界直接被撞翻了，被生生顶下了国道。这车里的4个杜卡罗猎杀者被撞得七荤八素，尤其是直接承受撞击的司机，已经满脸鲜血，彻底晕死过去了。许家烟下了车，抬起手枪，对着侧面2人的脑袋补了2枪。而这时候，脑袋着地的科斯肯一脚踹开车门，正要爬出来。毕竟是5星猎杀者，身体素质相当强悍，这么剧烈的撞击都没有让他身上骨折半点，只是脑袋破了个口子，鲜血流满了半边脸。然而许家烟已经走到了他的旁边，一抬脚狠狠踢在了科斯肯的太阳穴上。他随后一抬手，扳机直接扣下，把另外一个正要从副驾上爬出来的杜卡罗猎杀者
打爆了脑袋。柯斯肯被踢得差点晕过去，他满脸涨红，眼冒金星，盯着眼前的女人，艰难地说道：和杜卡罗作对，对你有什么好处？许家烟微微一笑，弯下腰，低声说道：因为我就是银月的官职呀。说完，他抬起手来，手枪的枪口顶在了柯斯肯的脑门上。什么？你竟然是官职？柯斯肯没想到，面前的漂亮女人竟然就是组织在华夏的心腹大患。你们这些人贩子，终究会被清算。许家烟收起了笑容，对着柯斯肯的脑袋扣动了扳机。杜卡罗组织又折损了1员大将。许家烟搞定这一切之后，对着通讯器说道：杜卡罗这4个人要撤出，被我干掉了，不过我跟不上你们了，车子撞坏了。苏无忌说道：你找台车慢慢跟着，不着急。许家烟说道：你要当心杜卡罗临阵撤离，要么是他们受到了外部压力，要么说明有更强者介入了。苏无忌说道：我明白，你也多加小心。等通话挂断之后，他的手机也响起来了，一看来电是个陌生号码。许家烟总觉得这时候的来电很不正常，他立刻接通：亲爱的官职小姐，是我。从电话里面传出来了一个男人的声音。许家烟几乎立刻分辨出来了此人是谁，正是消失许久的雷蒙情报局 S 级调查官瑞特森。找我什么事？许家烟问道。瑞特森微微一笑：官职小姐，我是来好心的提醒你，如果你还在参与对杜卡罗的反击行动，请立刻退出，因为有危险人物要介入此事。许家烟说道。危险人物谁？瑞特森说道。我也不清楚是谁，但我最近正混在杜卡罗的亚洲总部，听说他们找了个强力外援来帮助杜卡罗，深田雪乃绝对不可能生还，你最好躲远点，不要被他的血溅到。瑞特森都这么讲了，接下来的局面只会更危险。许家烟说道。好，谢谢你。瑞特森又说道。对了，上次在东丽贸易公司出手的那位帅哥，身份非同一般。许家烟的眼光一闪。哦，这我还不太清楚呢。他住在毕康的养老院里，隔壁就住着影视的超级高手。养老院的物业中心处理尸体都不带眨眼的，许家烟岂能不知道苏无忌的身份不一般？瑞特森说道。你也要尽量和他保持距离。许家烟淡淡反问。为什么？我难道不该和他搞好关系吗？瑞特森说道。据我所知，西方黑暗世界某些势力也在找一个人，这个人的侧写特征和那位帅哥非常相似。许家烟的眉头一皱。西方黑暗世界具体是哪些势力？瑞特森笑道。别想再套我的话了，我的收费很贵的，今天都已经免费说了这么多了，再见啊，漂亮的官职小姐，祝你好运。说完，电话被挂断了。许家烟没有丝毫犹豫，立刻通过通讯器把刚刚得到的消息告诉苏无忌。这时候，改头换面的白木哥已经离开了直升机，而是坐在了一台商务车中。那把细长的唐刀仍旧放在他的手边。这台车就停在苏淮省的国道旁边，车窗外就是江南的山山水水。按照估计，再过2个小时，苏无忌的桑塔纳就会从这边经过了。自从上了这台车，白木哥的眼睛就一直闭着，始终不吭声，更没有下达攻击命令。大人，所有人都在严阵以待，只要您的命令一到，深田雪乃就会受到激烈围攻。白木哥仍旧闭着眼睛，沉默着。大人，大人。旁边的手下又问道。
白木哥说道。所以确定有人看到了，在弘福寺内出手的华夏人用的是一把紫色长剑。大人，很确定。这手下说道。观测者是黑头鹰，他的隐秘潜伏技术，您是知道的。白木哥睁开了眼睛，那美瞳后面的眼神忽然变得玩味起来。也就是说，是这个用着紫色长剑的男人，一直在保护着深田雪乃。是的，是的。这手下说道。据黑头鹰传回来的消息，这两人并肩作战，关系似乎非常亲密。那男人还把深田雪乃一路从寺庙抱上了车，他们极有可能是男女朋友。听了这句话，白木哥的脑海中忽然浮现出来，自己被苏无忌抱着走过芦苇滩的那些场景了。那温暖的胸膛以及月色下的轻雾，都是如此的历历在目。他问道：也是公主抱？手下哈哈。他没搞懂，为什么杀伐果断的自家大人会关注这个问题。更让他一头雾水的是，大人口中的这个也又是什么意思？说。白木哥的话语冷冷。这个黑头鹰说的没那么详细，没说具体姿势，属下猜想应该是公主抱。白木哥冷冷一笑。他们两人怎么没跳到云烟湖里游个泳？手下自家大人今天这是怎么了？来大姨妈了吗？怎么听起来不太对劲呢？怎么感觉言语间都透着杀气呢？白木哥说道。放深田雪乃回首都，这件事情我不管了。手下他彻底被整不会了。显然自家大人这样做无异于言而无信，肯定会招致杜卡罗组织的记恨。白木哥冷冷说道。我追杀深田雪乃，不就又给了他英雄救美的机会了吗？我要眼睁睁地看着这对狗男女当着我的面耳鬓厮磨。这手下觉得这话听起来像是有点吃醋。自家老大今天可太反常了。可是杜卡罗那边，这手下说道，他们一定会来找我们要个说法的。白木哥的语气仍旧冷淡。那就借刀杀人。大人，该借谁的刀来杀杜卡罗？白木哥的冷淡语气中还有嘲讽的冷笑。那就去问问那个拿着紫色长剑的男人，看看他是愿意继续和深田雪乃磨来蹭去，还是愿意和我一起去毁掉杜卡罗的亚洲总部。在接下来的10几个小时里，杜卡罗的猎狗们收到了命令，全面撤出华夏。只不过在撤出的过程中又遭遇了一点波折。由于之前苏无忌带着深田雪乃在安全屋藏了1天1夜，使得遍地寻找他们的杜卡罗猎杀者暴露了不少行迹。皇后酒吧的人马全员出动，与灵州特警配合，在灵州到首都沿线紧密追杀，最终干掉了10几个杜卡罗的猎狗。这次失利足以让杜卡罗全球负责人感觉到心颤，而那位神秘的东亚叶皇却是言而无信，始终没有出手对付深田雪乃。苏无忌和深田雪乃也没有再遭遇到任何的危险，顺顺利利地进了首都，直接把车子开到了调查局总部大楼的门口。和往常不一样的是，今天的大楼附近多了许多的便衣和暗哨。苏无忌扶着深田雪乃下了车，宋鹤鸣已经迎到了门口。与宋副局长同时来到门口的还有叶璎珞。萧英磊推着岳冰凌的轮椅也等在了大厅的一角。在看到苏无忌之后，岳格格依旧没有太多的表情，只不过他那犹如冰湖的眼睛里闪过了一丝微不可察的波纹，
随后，岳冰凌的目光便落在了漂亮的深田雪乃身上了。他也得知了，这二人一路并肩作战，战绩辉煌。萧英磊看到了岳冰凌的目光，抿嘴笑了一下，并没有多说什么。深田少校，欢迎你。宋鹤鸣走上来，先和深田雪乃握了握手，随后看向了苏无忌。小苏，你也辛苦了。朗诵你不够意思。苏无忌没好气地说道。不声不响地咂了个大口袋，差点连我也装进去了。你下次布局的时候能不能提前告诉我一声？宋鹤鸣一挑眉毛。你说的是什么局？回应。苏无忌说道。无耻啊！岳冰凌没有去和苏无忌打招呼，他看到自己顶头上司随口扯淡，还面不改色的样子，于是自己转动轮椅进了电梯，先上了楼。就在苏无忌和宋鹤鸣说话的时候，深田雪乃看到了叶璎珞，立刻上前握住了他的手，说道：姐姐。叶璎珞的情绪也有着很明显的波动。你以后不要再做这么危险的事情了，一个人吸引那么多火力，我很担心你。深田雪乃说道。姐姐，不是我一个人在吸引火力，如果没有无忌君，我就回不来了，他救了我好几次。叶璎珞看了看苏无忌，眼神之中流露出了一抹复杂，随后对他说道：如果今天有时间，我找个没人的房间，想和你私聊。好房间你来找。苏无忌笑了笑。恢复了自由的感觉怎么样？叶璎珞没说话，而是鞠了一躬。这个动作倒是多少有点东洋人的感觉了。宋鹤鸣重重拍了拍苏无忌的肩膀。走，去会议室，我们可以复盘战果了。这一次称得上是收获巨大。苏无忌呵呵一笑。我不关心战果，我只关心发不发奖金。我有好几台车都被撞毁了。宋鹤鸣说道。当然，奖金很重要，我已经提前向上面申请专项拨款了，数目一定让你满意。在会议室的前方，大屏幕开着视频会议，里面有一个穿着东洋军装的男人。他的个头在东洋人里算是比较高的了，看起来60来岁的样子，却一点老态都没有，浓眉大眼，嘴唇上留着一字胡须，精气神十足，一看就让人觉得这是个行事很霸气的人。宋鹤鸣说道。小苏，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东洋上将深田雄武。苏无忌看了看他，淡淡说道。他并没有去打招呼的意思。此时深田雪乃很是惊讶。爸爸。叶璎珞看了看屏幕，抿了抿嘴，没说什么。深田雄武微微一躬身，说道：谢谢你，苏先生。苏无忌看了看他，没好气的回应：行吧，别口头感谢，来点实际的。其实苏无忌对这位东洋军部上将的确是没有多少好感，把2个女儿都当成了达成目的的工具，这种事儿几个当爹的能干得出来。尤其是叶璎珞被深田雄武放在华夏当了好几年的间谍，只是为了迷惑他在国内的政敌，给他们造成一种自己并非清华派的假象。宋鹤鸣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居然没阻拦苏无忌，似乎还想多看他怼深田雄武几句。深田雄武说道：苏先生，只要你开口，我一定。苏无忌呵呵冷笑：没诚意还要我亲自开口？我要的怕你给不起。深田雄武的目光落在了2个女儿身上，又看了看与深田雪乃年纪相仿的苏无忌，说道：苏先生，此事过后，我想邀请你来东洋做客。苏无忌说道：算了，我不想跟你们这群老阴笔走太近。
坑我没商量。宋鹤鸣总觉得这话好像是在影射自己，脸上的笑容凝固了一下，随后说道：深田将军，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吧。刚刚商谈的那些条款，希望我们双方都能尽快落实。视频会议结束，深田雄武挂断，他并没有当着其他人的面跟自己2个女儿讲话。宋鹤鸣对深田家族的姐妹花说道：二位，我们开着短会，请你们到隔壁会客室稍等一下。2人离开之前都看了苏无忌一眼。其实这时候会议室里只有几个高层副局长和重要部门的司长，而岳冰凌也自己转着轮椅走了进来。宋鹤鸣坐下，笑着说道：这次迷雾协定签署成功，领风组和甲斐碎风流在华夏大地折戟沉沙，你国利用杜卡罗和甲贺流阻拦失败，让我们一起祝贺苏副组长。会议室里的掌声很热烈，只有2人没鼓掌，苏无忌和岳冰凌。宋副局长。苏无忌呵呵一笑，把那个副字咬得很重。知道东洋方面有上人来了，还不提前通知我？你都有时间把整个云连山都清场了，还偏偏把我蒙在鼓里，这也太不够意思了。宋鹤鸣笑道：我这不也是为了更逼真吗？不过说实话，我确实不知道东洋这次安排了上人，如果我早有这方面的情报，肯定。苏无忌：你肯定也不会告诉我。岳冰凌直截了当：宋副局长撒谎了，他肯定知道东洋方面这次出动高手武力值。宋鹤鸣差点被自己的口水呛到。你俩这一唱一和的，怎么有点像2口子呢？几个副局长和司长都在憋着笑，毕竟在调查局里，也就只有家世超然的岳格格才敢怼宋鹤鸣了。不过宋鹤鸣这么一说，他们忽然间觉得，的确，岳处长似乎只有在面对苏无忌的时候，才像是换了一个人。岳冰凌没搭理宋鹤鸣，而是看向苏无忌，说出了让整个会议室石化的一句话来：小季季，对不起，石破天惊。在岳格格这惊人的一句话之后，这一场总结会都不知道是怎么开完的。在场的调查局高层们一个个强忍着内心的震惊感和荒诞感，眼睛瞪得像铜铃，身上的鸡皮疙瘩怎么压都压不下去。然而岳冰凌却从来也不在意别人的看法，在向苏无忌道了歉之后，便没有再吭声。而苏小楚在听了这个羞耻的称呼之后，恨不得开门落荒而逃。宋鹤鸣平日里从来都不关心这样的八卦，可是一个是自己老领导的闺女，一个是苏家的小无忌，这2人真是怎么看怎么合适。要是2个年轻人强强联合的话，宋局长搓了搓手，明显兴奋起来了。现在傻子也能看出来，岳冰凌对于苏无忌的青睐有加。小苏，你跟我来一下。散会之后，宋鹤鸣对苏无忌说道。他把苏无忌带到了自己的办公室，拍着对方的肩膀：我跟你讲，冰凌这丫头绝对是看上你了，你对她有什么想法？苏无忌呵呵一笑：老宋，您这中央调查局什么时候改成岳老办事处了？我和冰凌是彼此信任的朋友，是能把后背交给对方的战友，但绝对不是你所说的那种关系。宋鹤鸣说道：你小子要是敢当着我的面跟深田雄武的那2个女儿眉来眼去的，让冰凌伤心，看我不收拾你。苏无忌斜眼看了看他，说道：宋副局长，您老人家言情小说看多了，我跟那一对东洋姐妹花之间清清白白，天地可见。宋鹤鸣呵呵一笑：我问你，如果深田雄武要把他的某个女儿嫁给你，你选哪一个？苏无忌的脑海里一下子闪过了这2人的长相和身材，尽管风格迥异，
却各有千秋。随后他立刻将这些思绪驱逐出脑海，但耳边偏偏又响起了许家烟那句和什么天有关的话来。那到底长得是啥样的呢？在短暂的走神过后，苏无忌义正言辞地说道：我对东洋一先天不感兴趣。宋鹤鸣差点给整懵逼了。你说什么？切！不，我的意思是我对东洋女人不感兴趣。苏无忌说道。宋鹤鸣也没就此放过他。如果把深田雪乃、岳璎珞和岳处长作为你的备选，你到底选谁？苏无忌毫不犹豫。那还用问，我肯定选小玲玲啊。这里面可就一个华夏人，这还不好选。宋鹤鸣把手机从口袋里掏出来。冰林，你听到了吗？我就说这小子钟情于你。苏无忌瞪圆了眼睛。我去，老宋，你给我下套。宋鹤鸣说道。我要是不引导你2句，你能这么容易说出心里话吗？冰林，你觉得我说的对不对？电话那边，岳冰林根本没搭理宋鹤鸣，而是冷冷地说了一句：小季季，我在办公室等你。小季季，我在办公室等你。当这羞耻的称呼再度冒出来，苏无忌的脚趾头都要抠地了。而宋鹤鸣的表情十分精彩，简直就差哈哈大笑了。我也跟你说实话，冰凌这性子一直让我十分头疼，巴不得早点找个人让她嫁了。宋鹤鸣拍了拍苏无忌的肩膀，笑道：所以靠你了，小子。苏无忌眯了眯眼睛，发着狠：老宋，我发誓，你要是有女儿，我一定去好好祸害她，让她知道什么叫渣男。宋鹤鸣呵呵一笑：你随便祸害，反正我没有孩子。苏无忌到了岳冰凌的办公室，后者正坐在办公桌前。秋日的阳光从背后的窗子里透进来，披在他的瘦削肩头，让这一幅画面显得萧瑟又静美。坐。岳冰凌指了指班前椅。面对苏无忌，他没说请字。苏无忌在桌子对面坐下，而桌子上放着一个一次性杯子，里面的茶叶还没舒展开来，明显是刚刚倒的热水。给我泡的茶？苏无忌问道。岳冰凌淡淡回应。苏无忌看了看放在好几米之外的烧水壶。你呀，推着轮椅还给我泡茶，太麻烦了，没必要，都是自己人。自己人？岳冰凌轻轻摇了摇头，眼帘垂下，看着桌面。我需要郑重道歉，因为我并不知道宋鹤鸣已经提前布局，否则你肯定不会给我打这个电话。苏无忌笑着，眼神里透着一抹柔和。小玲玲，你真的变了一些。岳冰凌轻声应道：随后他便低头翻看着手上的卷宗，也不知道是在集中精力工作，还是不知道该继续说些什么。朋友之间的寒暄聊天，对目前的岳处长来说还是一个比较陌生的技能，气氛似乎微微有点尴尬。苏无忌主动打破了沉默，说道：刚刚宋鹤鸣故意给我下套，你别往心里去。岳冰凌的语气冷冷淡淡。我知道。苏无忌又解释了一句。和那2个东洋女人比，我肯定选你啊。这老宋也是，真是个老阴痞，偷偷给你打电话都不告诉我。说完这句话，他不禁腹诽宋鹤鸣的问题没一点技术含量。这2个东洋妹子有什么选择难度吗？要是把莫千羽和江婉星也加到选项之中来，岳格格可能还真的得往后排一排。不过岳冰凌并不知道苏无忌的心理活动，他那翻看着卷宗的眼光又柔和了几分，重复了一遍：我知道。
说这句话的时候，他语气之中的冷淡意味也少了一些。苏无忌看了看对方又瘦了几分的脸颊，这事情告一段落，你也该请几天假休息一下，别那么拼命，政绩都是老宋的，身体是你自己的。岳冰凌，他要的不是政绩，我也一样，但谢谢你的关心。苏无忌端起了桌上的一次性杯子，看着里面根根舒展的嫩芽，抿了一口，清香瞬间充斥了整个鼻腔。他说道：你这茶可比宋鹤鸣那1块钱一包的茶包好多了。岳冰凌的眼光仍旧落在卷宗之上，我从我爸书房拿的。说着，他拉开办公桌的抽屉，拿出了2盒茶叶，垂着眼帘，面无表情地往苏无忌面前一推，都给你。看来这是早就准备好了。苏无忌一下子笑了，他的手放在那2盒茶叶之上。专门给我拿的。岳冰凌低头抿嘴，不是。苏无忌才不信，哈哈一笑。小玲玲，你撒谎的时候真可爱。岳冰凌的耳根一下子有点热。留给你1盒啊。苏无忌说道。咱俩1人1半。这画面忽然就让岳冰凌想起小时候跟小朋友们一起偷偷分零食的场景了。他垂眸说道：不用了，上次从灵州回来，你也给我带了好多龙井。啊哈哈，那行，我都拿着了。苏无忌抱着茶叶盒起身说道：你记得好好休息，好好吃饭，不能再瘦下去了。到时候不该瘦的地方要是瘦没了，你哭都来不及。岳冰凌，什么地方？苏无忌已经火速关门离开。他看了看怀里的2盒茶叶，拍了拍脑门，给萧英磊打了个电话。你上次给岳冰凌送茶叶了？萧英磊轻笑道：是呀，我用老板的名义送的，临走时候往岳处长的行李箱里偷偷塞了2斤。2斤？苏无忌说道。怪不得他今天怪怪的。行了，我知道了。萧英磊说道。老板，叶小姐正在对面酒店等你呢，房号2107。哦，行吧，我现在过去。苏无忌说道。之前叶璎珞说过要找个房间和他单独聊一聊，只是没想到他居然把房间选到了酒店里。其实苏无忌对叶璎珞一点都不反感，他从头到尾都生活在被动和被迫之中，每天面对着自己不想面对的危险。这样不自由的生活，甚至不如一只被养在笼子里的金丝雀。苏无忌到了酒店楼下，深田雪乃正等在大厅里。她穿着许家烟买的紧身运动装，流畅的肩颈线条延伸至饱满的臀，布料绷紧的弧度在腰窝处骤然收束，大长腿的每一处起伏都能彰显出无比健康的美感。尤其是那纤细腰肢的线条，把上下半身完美顺滑地连接在一起。这个东洋的小妖精真的是绝了，妙不可言。深田雪乃就这么静静站在大厅中间，那不施粉黛的容颜已经引得很多住客停步不前。毕竟这样干净清冽的气质实在是太少见了。小姐，可不可以留个联系方式？一个男人前来问道。深田雪乃只是用余光看了他一眼，没理他。这是我的名片，我从事跨境电商业务，对您一见钟情。这男人想把名片递给深田雪乃，后者却连手都不伸一下。下一秒，这个男人的眼睛里便涌出了惊艳之色，因为他分明看到身前姑娘那碎冰般的眸子里忽然照过了一抹光亮。那一刻，仿佛这个下午都变得生动了起来。
这个男人被这强烈的美感震撼了一下，刚想说什么，却看到身边的姑娘已经朝着一个青年走了过去。深田雪乃迎向苏无忌，说道：无忌君，我们晚上就要返回东阳了。苏无忌：一路顺风，以后有机会的话还能并肩作战。深田雪乃看了看他，又鞠了一躬：谢谢你，如果没有你，我已经死在云连山顶。苏无忌拍了拍他的胳膊：都是朋友，别那么客气。深田雪乃抿了抿嘴，轻轻咬了一下下唇。姐姐说她有话要和你单独说，我带你上去吧。苏无忌开玩笑地说道。好，他最好别对我用美人计，不然被男人拒绝的滋味可是很难受的。听了这话，深田雪乃倒是没笑，表情似乎稍稍一绷。他犹豫了一下，又说道：这次的事情也和我父亲考虑不周有关系，我代他向你道歉。说着，这漂亮少校又鞠了一躬。酒店大厅里，一个漂亮的不像话的姑娘对一个青年连连鞠躬，这画面实在是太引人遐想了。他那是考虑不周吗？他是考虑得太周到了，把他2个闺女全部算计进去了。苏无忌没好气地说道。他其实本来还想趁机挑拨2句深田雄武的父女关系，但他现在忽然觉得，其实深田雪乃什么都清楚，只是明白归明白，这位漂亮少校为了东洋的国家利益，还是会去完成父亲交给的任务。大厅里的那些男人看着深田雪乃带着苏无忌走向电梯，一个个的眼睛里都充满了艳羡。尤其是刚刚那个主动递名片的男人，更是直接听见了自己心碎的声音。等电梯门关上，大厅里的几个调查局便衣特工互相对视，都从彼此的眼睛里看到了浓浓的八卦之光。他们都觉得，经过了这一场英雄救美，深田雄武的女儿肯定要在离开华夏之前，跟他们的苏副组长发生点什么。一个行动组成员低声说道：苏副组长好样的，征服东洋女人，扬我国威。另一人说道：咱们要不要去给苏副组长买个套，做好安全措施啊？嗨，买什么套？怀孕了更好，到时候咱们把深田雄武的外孙子养在华夏当质子，咱们说什么，这老家伙不得听什么。几个人就这样从买不买套的问题上，已经开始畅想到华夏对东洋全面压制的美好未来了。可是，如果苏副组长真的让深田雪乃怀了孕，那岳处长怎么办？一句灵魂发问，让现场顿时沉默了下来。到了2107房间的门口，深田雪乃微微躬身，随后抬头，深深地看了一眼苏无忌，说道：无忌君，姐姐对你满怀歉意，请务必对她温柔一点。这眼神很复杂，似有深意。苏无忌拍了一下他的肩膀：你的担心纯属多余，我难道会很粗暴地对他吗？谢谢。深田雪乃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刷卡打开房门。等苏无忌走进去，他并没有立刻离开，而是靠着门边轻轻闭上了眼睛。这2天来，所有的画面都在深田雪乃的脑海中电闪而过。随后他睁开眼睛，清澈的眸中居然满是纠结之色，轻轻自语：姐姐应该我来的。苏无忌进入了房间，并没有看到房间里有人，但浴室的灯是亮着的，里面传出来了窸窸窣窣的声音，似乎是在穿衣服。紧接着，门轴发出了一声转动的轻响，浴室门打开了一条缝，裹着温热的水汽涌出，沐浴液的香气已经钻入鼻尖。苏无忌的喉结随之不受控地滚动2下。叶璎珞走了出来，
纯白色的丝绸睡裙被蒸腾的热气浸得半透，勾勒出蜜桃熟透般的腰臀曲线，发尾缀着的水珠正顺着雪白的脖颈滑进锁骨窝，映着射灯的光泽，晶莹又梦幻。此时的叶璎珞脸上光泽水润，双颊透着绯红之意，那种成熟风韵的味道十足。苏无忌之前在四季酒店的时候也看过穿着泳装的叶璎珞，但当时可没发现这女人这么的勾魂摄魄。光是眼睛看上去就能很确定，那风雨鱼的骨尖似乎能把男人吸到干。无忌，叶璎珞红唇轻启，声音之中似乎都透着热量。谢谢你所做的一切。此时门口的深田雪乃轻轻攥拳，再度闭上了眼睛，但眼角已然变得微潮。眼前风景极美，可苏无忌就站在门边，没有往里面走。他直视着叶璎珞的眼睛，喉咙艰难滚动了几下，才说道：没必要这么做吧，我又不需要你用这种方式来表达感谢。苏无忌之所以只看着眼睛，没看别的地方，完全是因为但凡目光挪到脖子以下，苏小季肯定得给出非常明显的反应来。嗓子有点干，身上有点热。叶璎珞微微低下头，柔光从丝缎表面流淌而过，衬得她锁骨下的阴影愈发深邃。她说道：可是你之前救过我，现在又救了雪乃，我真的想不出来该怎么报答你，我只有用我自己。苏无忌面无表情地说道：那你完全可以当个忘恩负义的人。叶璎珞轻轻咬了咬嘴唇，这个动作让珍珠色的贝齿陷入殷红软唇里，随后她眼睛里的复杂与纠结消失，取而代之的竟是一片坦然，竟是像下了某种决心一样。我做不到。苏无忌走到沙发旁边坐下，说道：是我抓了你，还想让你当双面间谍，你应该恨我才是。叶璎珞摇了摇头，那大眼睛里面似乎有着一层朦胧雾气升腾而起。我根本恨不起来，甚至从来都没有怪过你。苏无忌说道：你也不容易，如果可以的话，这趟回去直接跟你爸摊牌，以后就留在华夏，继续开你的隐宣会所。听了这句话，叶璎珞的眼睛里涌出了很明显的异动，不过这异动很快就消散了。以叶璎珞从小到大的经历，自然明白自己根本不可能摆脱养父的掌控。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睡裙领口透出的那一抹白羽腻，然后又直视着苏无忌：我从没给过别的男人，从来不是个随便的女人。苏无忌：那也用不着给我，真不至于。叶璎珞轻轻地咬了一下嘴唇：那我们能拥抱一下吗？说话间，他往前跨了2步，那没有束缚的兔兔也像是喝多了一样，跟着摇头晃脑了起来。随着呼吸起伏，睡裙的真丝腰带在不堪一握的纤腰间松垮垂落，更增添了一股风韵的吸引力。而叶璎珞往前迈的这一步，睡裙的侧开叉处露出了雪腻的大腿，隐约可窥见最深处的风景。苏无忌立刻起身往门口退了几步：算了算了，你穿得太少了，咱们还是别报了。祝你们今天晚上的返程一路平安。说完，他立刻开门就跑。可是房门打开，苏无忌正好看到深田雪乃在门口等着。看到他这么快出来，深田雪乃有些意外。你们要？他很意外地问道。显然深田雪乃早就知道姐姐要做什么，不然的话，之前在进门前他就不会对苏无忌说出那句请务必
对他温柔一点的话来了。我要什么样？苏无忌义正言辞。我是那种被下半身支配脑子的人吗？你们东洋女人不要把我们华夏男人看扁了。深田雪乃的眸子间金光闪动，深深一鞠躬。华夏男人了不起，能遇见你是我和姐姐的幸运。看着他这一鞠躬所露出来的天鹅颈，以及那被紧身运动服所勾勒出来的纤细腰身，苏无忌叹了一口气。你以为老子想要装出这么正气凛然的样子吗？马德都怪这破功法。行了，我走了，以后别再搞出这种感谢方式来了，我做事情是不求回报的。苏无忌又强调了一句。对了，我给你的那个号码你还记得吗？深田雪乃眸光微明，轻轻点头。我记得。如果觉得自己可能要遇到解决不了的困难，一定记得打这个电话。苏无忌还严谨地补充了一句。提前一点打儿。说完，他转身离开，快步进入了电梯。在电梯里，苏无忌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唉，一个夜莺烙我还能勉强克制住，要是这一对姐妹花一起上，神仙也难顶啊。苏无忌在电梯里仰头长叹，明显已经因未来的烦恼而陷入了天人交战之中。看到苏无忌从电梯里走出来，几个调查局的便衣特工连忙说道：看表多久？那特工立刻点了一下手机屏幕的秒表，脸色有点艰难。从进电梯到现在588秒，太快了吧。另一名特工长出了一口气，仿佛遇到了同类。将近10分钟呢，也不少了，快是我的2倍了。苏副组长，这是中年男人的平均水平。可你还没把上下楼和脱衣服的时间算上啊。那个计时的特工说道。要是把前戏的时间也去掉，那顶多88秒，不能再多了。苏无忌看到这几个特工在满脸复杂地聊着天，于是走过来问道：怎么啦，哥几个聊什么呢？苏副组长，我前几天吃了臂力劲，一次吃1粒就行。那个觉得10分钟很长的特工小声说道：你要是嫌贵，买国产平替的爱挺久也行，提前3小时吃，效果立竿见影。苏无忌的眉毛一挑。啥什么跟什么？这特工继续说道：你要是不好意思去药店买，直接美团下单送药上门，很方便的，还保护隐私。另外一名特工插了一嘴：苏副组长，最关键的是你事后记得把美团的订单删除了，免得被岳处长发现。苏无忌一头雾水，没好气地说道：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和岳冰凌有什么关系？我这怎么听不明白？这时候，之前那个做跨境电商的小老板走了过来，对苏无忌说道：兄弟，给你1万块，把那姑娘的联系方式告诉我。苏无忌又愣了。什么跟什么？然而几个调查局特工听了，立刻搂着他的肩膀走向一边，说道：兄弟，我们劝你不要这么做，会严重影响2国外交大计，甚至可能影响到整个东亚的局势。这小老板哈哈一笑：你们扯什么淡呢？我就是想泡个妞，怎么就能影响东亚局势了？你说会不会影响？几个特工直接撩开西装，给这个男人看了看怀里的配枪，一下子看到好几把枪，这小老板吓得腿都软了。我的天，我错了，我真的不敢啊！我以后一定以东亚大局为重。就在苏无忌准备研究一下臂力镜是什么东西的时候，叶璎珞已经在丝绸浴袍外面裹了一件长款风衣，走出了房间。深田雪乃看到姐姐走出来，伸出手来轻轻地抱了抱她。她轻声说道：姐姐应该我来的。叶璎珞的俏脸之上有着一丝自嘲之意。没事的，
雪乃从小到大不都是这样吗？深田雪乃深吸了一口气。姐姐，希望你不要怪爸爸，他是为了东阳的未来。叶璎珞轻轻摇了摇头。雪乃，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用争辩，你关心我却不懂我，但我懂你。深田雪乃的眼光微微一凝，随后姐妹俩一起走到了对面的房间门口，敲了敲门。一个身穿黑色西装的男人开了门。璎珞小姐，雪乃小姐，将军在里面等你们。这男人轻轻说了一句，随后走出来，关上了门，自己站在门外。叶璎珞和深田雪乃一起走了进去，轻轻喊道：爸爸。这是一个大套房，在客厅的窗边站着一个身穿东洋军装的男人，而他的军衔竟然是上将深田雄武。他居然来到了华夏，而之前与调查局的视频会议就是在这一街之隔的酒店房间里完成的。此次迷雾协定事件，深田雄武的敌对派系虎视眈眈，在米国的介入下，就连深田雪乃运送文件的过程都充满了凶险。可他这位正主居然冒着天大的风险，亲身来到了华夏首都来表明诚意。深田雄武转过脸来，看着两个女儿，眼神如鹰隼般锐利，其中满是审视的意味。爸爸，我按您的要求做了，他拒绝了我。叶璎珞表情复杂地说道。深田雄武淡淡道：你难道会认为这种拒绝会让你很屈辱？叶璎珞咬了咬嘴唇，看似鼓足了勇气。我认为您是在让我勾引他，这并非我本意。深田雄武面无表情地摇了摇头。璎珞，你到现在还不明白我的良苦用心，我自然不会向你解释什么。我让你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为了你好。叶璎珞低下头，目光垂落脚面，并没有说什么。深田雄武走到了他面前。璎珞，你扪心自问，刚刚我让你对苏无忌做出的行为，有多少是违背你本意的？叶璎珞的眸光轻轻一睁。深田雄武淡淡说道：以你的性格，如果对这件事情有着极大的抵触，绝对不会照办，而不是真的提前洗了个澡，穿上最贵的睡裙等着他来。叶璎珞的身体微微一颤。显然，这些年来他在华夏做了不少阳奉阴违的事情，只是深田雄武似乎并没有兴趣追究女儿的责任，甚至提都没提过这些事。您说的对，我对他确实没有一点反感。叶璎珞深吸了一口气，很认真地说道：苏无忌是我见过最优秀的男人。而你呢，雪乃？深田雄武转向了让深田雪乃。你对他是什么评价？深田雪乃简洁地说道：正直善良，自制力强。深田雄武竟是难得地笑了笑。这么正面的评价？深田雪乃回想了一下这几天与苏无忌在一起的经历，认真地说道：这些词还不足以形容他。深田雄武深深地看了两个女儿一眼，摇了摇头，叹了一声：华夏代有才人出，可是我们国家就缺这样的人，如果你们能让他入籍东洋，那就太好了。是不可能。叶璎珞立刻说道：如果我们对他开这个口，那么会立即丧失掉与他之间不多的友谊。深田雪乃摇了摇头：爸爸，我不会做这样的尝试，这是对他的尊重。深田雄武看了看两个女儿，本来锐利的眼睛里却透出思索之意，似乎是在做着抉择。今天晚上跟我回家。
深田雄武沉默了足足1分钟，才伸出手来，放在了2个女儿的肩膀上。这些年来，你们俩辛苦了。深田雪乃仍旧保持着立正的姿势，说道：爸爸，我的所作所为都是基于军人的职责，谈不上辛苦。叶璎珞则是没吭声，他总觉得养父今天的样子和往常似乎有些不太一样。关于最近的一些事情，你们俩还有什么问题吗？深田雄武问道。深田雪乃说道：我没有问题。在回答父亲的问话之时，他始终站得笔直，就像是在军队里面对上司一样。叶璎珞却说道：爸爸，您既然亲身来到华夏，为什么还要让雪乃冒这么大的风险送文件？您完全可以亲手交给华夏方面。深田雄武说道：如果没有雪乃在吸引火力，我的飞机根本不可能顺利从东洋起飞。叶璎珞的情绪有些很明显的波动。可雪乃遇到了上人，差点死了。深田雄武面无表情。事关东洋国家利益，他首先是个东洋军人，其次才是我的女儿。深田雪乃双手交叠，目光微垂，没有说话。苏无忌还不知道深田雄武已经来了，更不知道叶璎珞的那场主动现身，实则是出自于他父亲的授意。他还没回到调查局大楼呢，白旭阳的电话就打来了。他满是兴奋地说道：无忌，听说你来首都了，还打了一场大胜仗，我叫上桂林，好好聚聚。苏无忌：跟你们俩有什么好聚的？那我把婉星喊上。白旭阳说道。不过说完了这句话，他就觉得自己好像说错话了，有种把女神拱手让人的错觉。苏无忌：哦，那我去。白旭阳也没纠结江婉星的事儿，内心仍旧在兴头上呢，说道：行，我把地址发给你，听说你痛揍了东洋人一顿，给你庆庆功。这时候，一道穿着白色睡裙的倩影从房间里走出来。要请客吃饭。白旭阳吓了一跳。白木哥，你是鬼啊？走路都没声音，我以为你这几天都不在家。我在补觉呢，被你吵醒了。白木哥揉了揉睡眼。你刚刚说要请谁吃饭，我正好饿了。白旭阳说道：请无忌吃饭啊，他把东洋人狠揍了一顿，你也去。说真的，联想到之前苏无忌和白木哥的暧昧相处，白大少一下子更兴奋了。我去洗个脸。白木哥说完，回到了房间。白旭阳激动地攥了攥拳头，今天晚上起码能让江婉星知道无忌是自己姐夫。他想了想，看向了自己的书桌，桌子上放着一瓶没有开封过的矿泉水。